视线转向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发布视频，公开指责美国扣押运送给以色列的武器，这被外界认为是去年10月7号加沙局势升级以来，以色列对拜登政府最严厉的公开批评之一。白宫随后决定取消原定于20号举行的美以高级别会议。Inconceivable that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withholding weapons and ammunition to Israel. 美国轴线新闻网指，内塔尼亚胡特意用英文发表讲话，并且直接喊话拜登政府，这是自10月7号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对美国最为严厉的公开批评。美国广播公司认为，内塔尼亚胡的最新表态颇有威胁之意。This statement really is a new phase, I think.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looks angry. It's a short clip, but there seems to be a veiled threat in it. And he quotes Churchill. He seems to be saying that the US administration's hold-ups on certain supplies of certain weaponry is limiting his ability to finish the job and get the war done in Gaza as he sees it. 白宫方面立刻直接回击了内塔尼亚胡的公开喊话。I don't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We were very clear about there being one shipment, that we're continue to have construction conversations with Israel about. Nothing else has been paused. 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和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指责美国扣留武器弹药等军事援助后，白宫取消了原定于20号举行的美以高层官员会晤。也有美方官员称，这次会议是因为日程安排问题而被推迟。据了解，当白宫取消会晤时，一些以色列官员已经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有美国官员表示，取消会晤是为了传达美方对内塔尼亚胡所发视频的态度。报道指，内塔尼亚胡发布该视频数小时后，一名美国特使就告诉他，该视频激怒了美国总统拜登的高级顾问。美国媒体称，现在拜登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之间的关系比去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张。据俄媒报道，当地时间6月20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朝鲜的旋风式访问，抵达越南首都河内。普京此次在朝鲜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俄朝还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外界还高度关注，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排除根据签署的条约与朝鲜发展军事技术合作。当地时间19号凌晨2点左右，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亲自在停机坪迎接普京的转机，随后两人一同前往锦绣山迎宾馆。深圳卫视注意到，一般外事活动，领导人都分别乘车前往目的地。而据俄媒介绍，普京当时主动邀请金正恩乘坐自己的总统座驾阿鲁斯同车前往，这既说明两人关系的亲密性，也显示双方希望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面对面接触。此次两人同乘的车型是奥鲁斯元老院，这是普京今年3月胜选连任之后，阿鲁斯同步推出的新款元首车。朝鲜新闻画面显示，平壤主干道两旁悬挂俄罗斯国旗以及普京的肖像。朝鲜最高建筑平壤柳金饭店的外墙电子幕打出欢迎普京的字样。朝中社在报道中写道，普京与金正恩在乘车途中敞怀叙旧，深入交换意见，表示要以这次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在俄朝首脑正式会谈之前，朝方在金日成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现场奏响了俄罗斯和朝鲜的国歌。普京和金正恩检阅了朝鲜3军仪仗队，随后两人共乘一辆敞篷轿车在广场上行驶。与此同时，气球升空，鸣响礼炮，朝鲜群众热烈地挥舞着国旗与鲜花。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俄朝领导人率代表团举行大范围会谈。普京在会谈开始时首先表示，俄罗斯赞赏朝鲜对俄罗斯政策提供的支持，包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支持。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ую и неизмен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в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основано на принципах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взаимного уважения,
интересов друг друга. 金正恩则表示，俄罗斯在维护世界战略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朝鲜打算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并将无条件地支持俄罗斯的所有政策。강력한 러시아 연방이 맡고 있는 주요한 사명과 역할에 대해서 평가하며 자기 주권과 안전기, 영토 완전을 수호하기 위하여 우크라이나에서의 특수군사 작전을 수행하고 있는 러시아 정부와 군대와 인민의 투쟁에 전적인 지지와 굳은 연대성을 표시합니다. 大范围会谈后，金正恩随即与普京举行单独会谈，双方坐在一张圆桌的两侧，现场仅留下翻译陪同。俄媒称，面对面交谈了约2个小时，远超此前双方预计的1个小时。而在多轮深入的交流之后，普京和金正恩现场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双方都表示，条约是突破性文件，有利于两国合作提升至新水平，其中就包括任何一方受到他国侵略时，要相互进行援助。 Предусматривает в том числе оказание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в случае агресси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из участников эт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В этой связ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не исключает для себя развитие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одписанным сегодня документом. 普京提醒大家注意，美国以及其他北约国家提供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远程行动高精准武器系统、F-16飞机以及其他类似的武器和设备的声明。他强调说，所有这一切都严重违反了西方国家在不同国际义务框架下所采取的限制措施。根据俄媒体报道，金正恩评价这项条约具有防御性，他还称赞普京是朝鲜最亲密的伙伴。 值得一提的是，走出会场之后，普京还亲自驾驶俄产轿车，载着金正恩在平壤的道路上行驶，并下车与金正恩一同散步。随后，双方共同参加了向解放朝鲜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悼念2战期间为帮助解放朝鲜而牺牲的苏联士兵。两人还共同出席大型音乐会和国宴。 结束对朝访问之后，当地时间6月20号凌晨，普京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开始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越南政府副总理陈洪和等到机场迎接。 克里姆林宫新闻局此前曾表示，普京此次访问是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的邀请。访问期间，普京将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苏林等举行会见，双方将就俄越两国在经贸、科技和人文等领域进一步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并交换意见。会谈后将就成果发布联合声明，并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